我来试试看哦。哇，好紧张哦，希望很好用。哎，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很久没有录 YouTube， 很久没有跟大家聊人类图了。这一集一样是轻轻松松、吃吃喝喝聊人类图，可是我没有来宾，所以我没有来宾，我只好自己吃给你们看，然后跟你们聊人类图了。你们就当吃播看好了。通常我很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垃圾食品。好，例如今天就来吃个盐酥鸡。好，吃盐酥鸡就是那今天，所以说我又来吃盐酥鸡，然后跟你们讲人类图吗 ？No， 那就太无聊了。因为呢，我虽然是常常我很爱吃垃圾食品，可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，它就真的是垃圾食品吗？或许有可能，你可以改变垃圾食品你对它的看法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样，不是业配，而是我一直很想买的东西。很感谢我的同学，现在住在日本，那我们都昵称他为日本太太。然后他前几周刚好回来台湾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？”那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买什么，可是我突然就想到啊，我很想要一样东西。我虽然厨艺很差，可是呢，我就很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厨具啊、锅子啊。我现在是因为住的地方比较小，我就送掉很多。不然我以前其实各式各样，高级的锅子、漂亮的餐具什么的一大堆。然后我就特别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。或许一样神器可以把垃圾食品改造成健康食品。Capepin Max 主要就是大家看得到吗？它主要就是用来削高丽菜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那个猪排啊，还有就是炸猪排，日式炸猪排旁边都会附很高像山一样的高丽菜丝有印象？我很喜欢吃那个高丽菜丝，可是那个高丽菜丝一定要很细，所以这个 Capepin Max 专门就是它这边有写啊，它是 Cabbage P 啦，专门用来削高丽菜的。然后他说2倍速，两枚刃，就是又快，然后又利，有两片刀片，所以他有特别说这个刀子很利，要小心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很希望试试看，哇，这个可以把那个高丽菜丝切得多细，因为那个高丽菜丝如果是我自己像我这个手残，我没有厨艺也没有刀工，自己切都超厚的啊，那吃起来口感就不对啊。那种高丽菜丝就是要又细，然后又堆得很多，然后呢看起来跟山一样很爽，可是其实那个量并不会那么多，就是吃起来口感很好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印象是什么？我自己的。第一个印象，第一次吃那种日式炸猪排，然后可以有高丽菜丝，然后一碗白饭，然后味噌汤，然后那个高丽菜丝可以无限续的。你们是在哪里吃的呢？我第一次吃的是在天母那边的知多家，知多家现在应该还有吧？会不会已经没了？知多家是我第一次吃到那样子的日式炸猪排的一个 set， 然后可以这样一直吃那个高丽菜，然后一直续味噌汤吃白饭，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那好好吃哦，那我印象很深刻。那当然，现在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式的品牌啊，日式的名店开进来了。但是我一讲到这个，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知多家，不知道你们的就是第一次吃到日式炸猪排的是在哪一家？你的印象好吗？喜欢吗？已经切了一半的哦，然后最好你要选择比较紧实的，这边这个应该算紧实吧，这边有比较松一点，然后比较紧实一点的高丽菜。然后呢，你削的时候啊，要整个，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来试试看哦。哇，好紧张哦，希望很好用。
卡住，所以看我是朝这个方向，如果这个方向呢？试试看，不是这个方向了。哦，这个方向是错的，因为高丽菜是要这样长的，好好用哦，有没有很厉害？轻轻松松这样用拉的削出来的丝，你们看，削出来的丝好细哦，好好用哦。那你们一定要说，为什么我突然要来削高丽菜丝？这是钱，先让我来把它都削完，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，等一下来用。超好用的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轻轻这样用拉的，就可以削出好细的高丽菜丝，超棒的，超棒的！你们看，就这样子，轻轻松松就拉出了一整盆很细很细的高丽菜丝，太棒了吧！好，我来收拾一下桌面。好啦，那我们有高丽菜丝，那我就要来做一个，拿出我们的鸡排，来，大改造。当它呢放在这个鸡排的袋子里面啊，这样子弄得湿湿的哦，然后呢用这个纸袋装的时候，它就是鸡排。可是呢，来加上了，把它这样摆盘，你看高丽菜丝、鸡排，这是 chicken cuts。鸡排，炸鸡排定时，这样子可能觉得这样子怎么会带鸡排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加上像这种，有的人会在那个猪排上面是不是淋上酱？那你可以买这个，这个是我接下来想要做那个。糟糕，这样我又破梗了。我接下来想要做大阪烧，我这个人的厨艺没有很好，会做的东西没几样。那你看啊，现在我有非常容易切高丽菜的东西之后，大阪烧就是要有高丽菜、面粉，然后呢各种你喜欢的料，然后大阪烧的酱很重要。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淋在猪排上，像今天我是鸡排，我就把它淋在鸡排上面，整个感觉就来了。来给大家看看，淋上了这个酱之后，我的鸡排自杀，我的鸡排怎么自己自杀了？等一下哦，我要放上来，怎么回事啦？好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请看，是不是鸡排垃圾食品就变身了？它变身成 chicken cuts， 变成炸鸡排的一个套餐，然后呢配上这高丽菜丝，你会觉得炸猪排是垃圾食品吗 ？No， 它不是，它是你走到餐厅里面去，说坐在一个冷气很凉，然后呢日式的一个装潢，然后通常会是家庭聚餐啊、朋友聚餐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会点一个炸猪排定时。然后呢，吃着这个可以一直续的高丽菜丝哦，我有，要一直续吗？我有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堆成山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堆成山，很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的垃圾食品瞬间就变成了一道还不错的料理，它就变成料理了，它不是垃圾食品咯。好，我来吃一下。我们来吃这高丽菜，根本不是垃圾食品啊！它不是垃圾食品，它就是一道正经的料理，对不对？那我先把它吞下去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
好吃的无话可说。再来，再改造一下，一样放上我们的这个高丽菜丝，一样出动我们的盐酥鸡。这时候要什么呢？我没有做地狱料理，很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我曾经做过那种，我做给朋友吃，朋友吃了之后就说，这个是连街友、连游民都不愿意吃。你看街友、游民有的吃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对不对？但他说我煮的是连街友都不愿意吃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是很容易做出地狱料理的。但今天不是，今天我是要告诉你们，只要有这个神器，这个，这个，只要有这个 CAPSP 啦，这个 CAPSP Max 垃圾食品，什么垃圾食品 ？No， 那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摆盘跟料理它，你不知道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。来，放上一些我的盐酥鸡，然后呢放在这个高丽菜丝上，加上一些水，我小番茄，番茄懒得切了啦，然后加上一些鸡蛋啊、水果啊，好，淋上个沙拉酱。你看啊，只要加上沙拉，呼呼，吃给你们看。什么垃圾食品，它马上变成唐扬鸡沙拉，是不是很健康？蛋白质、维生素，还有什么纤维，全部都有啦。如果你健身完说要吃一个盐酥鸡，感觉很有罪恶感。健身完吃一个唐扬鸡沙拉，健身教练跟你说，很棒很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就是你要把，就是你的食物放在这个盐酥鸡的袋子里面 ，OK， 它串这样子啊，串成这样，那它就是盐酥鸡吃的罪恶感。现在这个时间吃了，天哪，明天要肥多少？但是当它变成适当的摆盘，或是你换一个想法，它就变成一个健康的料理，一个健身后很适合吃的，觉得哇，我今天的运动又再加上这个蛋白质的摄取，还有清爽的沙拉，好好吃啊！马上心情就很好，毫无罪恶感。所以啊，它就像有些人他们的特质，如果你换一个想法，换一个心态，例如渣男，你硬要把他想成他就是我的，我就想要跟他携手度过这一生，那他就不适合啊。可是他很有趣，讲话很有趣，然后呢很幽默，然后常常就是他会提供给你很多精神上人家说的精神价值情绪价值，那你就把他当好朋友就好啦，把他当男闺蜜啊，把他当树洞啊，然后你不要把他放在要跟他白头偕老的那个角色，你就会觉得哇，那是个好朋友你就不会那么痛苦。或许有些渣男他提供的是其他的让你很开心的价值，那你就享受那个他可以提供的。那你如果硬要他变成不是适合他的角色，他不会没有办法完成那样的期望，然后你自己也很痛苦。好，就例如还有一个情况是，你可能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有朋友他是同事朋友，他就是一个讲话很刻薄，然后斤斤计较，什么都要跟你比，那你跟他工作就觉得很痛苦。可是你换一个思维想，你把他当成你的竞争对手，
竞争目标，你是不是就会进步的很快？刚刚讲到不同的角色放在不同的位置，还有一个情况是，可能有的人的本质他就是放错位置了。那我就来今天吃吃喝喝，那我就一边吃吃喝一边讲这个咯，来讲人类图哦。吃播变成吃播了，同时跟大家说，我最近在喝的饮料很喜欢，我平常很喜欢喝这个是零糖值的，酒精又有9%，划算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就是吃文旦啊，然后剥这个肉。我吃文旦的习惯很不好，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同一个，因为我都用嘴巴就是这样吃是没问题，可是我剥皮的时候是用嘴巴这样咬，我没有办法用手这样子剥，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吃。然后我就把这个肉剥下来，然后放在这个里面。噔，其实如果它有2个口味啊，这个是柠檬的 double lemon 双重柠檬，它也有那种葡萄柚的，然后这个在超商啊或是全联啊什么那种也都有卖。那现在 7-Eleven 是有3罐82啊85折，那我通常就会买个3罐。然后今天这最后一罐的，像葡萄柚的喝完了，这是柠檬的。然后我就最近喜欢把这个柚子肉泡在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喝，吃到一点柚子肉。同时，如果你把它泡久一点的话，它这个酒是无糖的嘛，那这个柚子肉也不会太甜呐，但是它泡了以后就会微微的释放出一点点果肉的甜味，还有果香，很棒哦。但是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未成年禁止饮酒。好，我们继续刚刚人类图的话题。像我之前的影片比较多的找朋友来聊，比如说感情方面的啊，人际关系相处啊，比如说也是有找一对夫妇，所以亲密关系、朋友、友谊、家庭这种我们之前比较常聊，但我好像比较少聊工作上的，在这个人类图的影片里面。但事实上我自己比较常去讲的，反而是企业公司邀请我的比较多，反而是在工作上面。因为人类图来看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的伙伴们，每一个人的才能、天赋，然后他的个性特质适合放在什么位置，你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，那他就可以发挥得很好。例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啊，就是我就一边吃一边聊咯，吃吃喝喝嘛。没想到我今天自己一个人，一边当做吃播，然后一边来聊人类图，也好像也还不错。下次变成一个地狱厨房的好了。好，继续讲，就是我们身边应该也有那种，你应该有那种朋友，好听就是实事求是，一丝不苟。负面一点的形容词就是，不近人情。他一看到问题，他不会放过。那这种人，他是不是就很适合去做品质控管 QA？他一看到问题就不会放过。那我们生产东西的品质就很好啊，或者是记账，对不对？就不会有错报漏报，非常追得上时事哦。所以他在对的位置上，他的个性、他的能力就可以发挥得很好。可是，如果你叫他去当业务，很有可能他今天收到客户的 email 或讯息，然后发现他有错别字，就很生气。应该的应跟因为的因是不一样的字，的不分，不行，就不给对方面子，因为他没说错，可是这个情况下就很难去维护，很难去维系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嘛。那有一种人，他可能是很会说话，社交能力很强，很容易做人做事很圆滑，那当然这就很适合做公关，很适合做业务性质的工作嘛。那如果你把它放在品管或者你把它叫他去做账，就比较有可能会因为他今天要通融一下，因为这个人跟他有交情，那他就说这个小问题没关系，算了，不要计较。那这种人让品质容易出错，
账就容易做错，申报就容易申报错啊，因为他会把感情放进去，因为感情、社交、人脉对他很重要，他就可能会认为，他可能可以重要过于品质的瑕疵，他可能觉得这些事情没有那么重要，没关系，没那么严重吧。好，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这两个都是极端的例子，这两个例子是你可能不用用人类图，你看这个人就知道他适合做什么工作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大部分我们的工作啊，尤其我们在丢履历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比较多是我们的学历，我们的专业在哪里？当然我们会加一点点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喜欢什么去丢。可是有很多个性不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这么明显，比如说注不注重细节，有没有效率这件事情，可能有时候是比较急的，或是有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你在不同的事情上会有不同的表现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还要讲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我们的特质之前，我们很多人会急着去看我的通道、我的闸门代表什么意义。可是通常你会发现，你去找闸门跟通道的意义的时候，你常会看不懂。然后它上面写的东西，我觉得它对于初学者来说太快，那么快就想要去搞懂闸门啊、通道的意思，代表你的什么特质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很难对应到，因为通道跟闸门它其实比较常，你看到书上写的，它告诉你的是一个概念，它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关键字的概念，是个 keynote 的观念，所以你要从 keynote 发展出来，找到适合你自己，这是需要经验的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会比较建议，与其你那么早就要去弄清楚通道啊、闸门啊它的意思，不如你先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先去把它记下来，你有哪一些通道跟闸门，然后你去找，你是适合。其实这些通道跟他们都是属于不同群组的回路，有分成个体人回路、社会回路、个体回路、社会回路跟家族或者有人说部落回路。那他们代表什么意思？其实你们去找一下都可以找到哪一些是隶属于个体人，哪些是社会，哪些是部落。那你可以去归类一下，去找找看你自己哪一些回路居多，或者是当你也想要看某一个通道的特质时，你可以看它是属于哪一个回路的。这个回路呢，我觉得它代表的有点类似我们人的核心价值，我们的价值观。比如说，可能有不同的通道，它都有效率这个 keynote。可是，如果这个 keynote 是一个个体人通道上的效率，个体人的特质就是他追求创新变异，追求一些改革。社会回路的呢，他就比较多是希望是互利，然后分享、传承他没有那么在意创新，这是不是我先发现的，我先想到的不是那么重要，而是我得到这个资讯、这个资源之后，我要怎么样大家可以有效的利用可以好好的分享出去。那部落或说家族的这个回路呢，它就是有关你自己的家庭以外，也包含你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人，可能是很重要、很亲密的朋友，或者是合作关系很好的工作伙伴。你的这个小圈圈里面，大家真正是实际上的利益、实际上的资源分配共享。就像一个种族、一个部落，它要繁衍、要延续，它一定需要除了真的要有繁衍延续的动作以外，所以有关亲密生育这方面也在那边，还有一些实际上物质方面的部分，物质还有情绪，这些都是。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下你自己有打通的闸门跟通道，是比较倾向个体人呢，还是社会人呢，还是家族？像我刚刚举例说，假设呢有一个关键字叫效率，
可是你在个体人的头脑上也看到有效率，在社会这边也看到有效率。那如果你只是觉得，我是个有效率的人哈，或者说你有个员工，你觉得他是个有效率的人，但你没有，你就直接叫他去做一个，你去帮我弄一个平台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效的分享，有效的取得我们已经得到的一些成果让大家都知道，做一个有效率的分享平台。可是偏偏它的有效率的部分是在个体人那里，它是个体人特质的有效率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他的效率是希望如何的有效率让我可以创新，如何的有效率可以让我发现自我、实现自我，如何的有效率的去做一些改革。那当然，你叫他去做这个分享啊，什么平台 SOP， 他不会觉得不好。可是，或许在他内心深处来说，真的那么有意义吗？要让大家都知道那么重要吗？对他来说，去做更多、更创新、更冒险、更新的事情，可能对他来说是更有意义的。可是，如果你让一个，他就刚好他是社会回路里面的，他那条有效率的那一条通道。他是那一条，那所以他就是一个社会人，他的有效率是在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哇，我这个让很多人可以同时可以取得资源，有效率的取得资源，很快的把这些资讯传播出去，我真的是做一件很棒的事。他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，他觉得他不在意这个是不是他首先去。这个成果是不是他去创造出来的？他在意是他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，他有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传播。那对他说，这些工作他就觉得很有意义。所以有意义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会认为，不同的回路，它代表的是有一个根本的核心的价值观。那如果刚好我的能力跟我的价值观是符合的，然后我也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。我做这样的工作，我就会做得很开心。所以呢，人类图就可以帮助你去做这样的寻找这样的。所以我会建议大家，可以不用先急着去看每个闸门啊，每个通道代表什么意思啊，可能可以先去归类一下自己。我可能是比较偏个体人，我比较偏那个社会人。好啦，那我就继续吃咯。那很高兴今天可以用自己一个人吃播，然后吃吃喝，也是很轻松很开心，跟大家聊人类图。那下一集是要做地狱料理的吗？不知道。那总之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咯，拜拜。